那我们今天要去上海啊，也是。那不要赌博啊，赌博毁全家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波士圆脸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们今天要去上海，也是第一次去上海。然后呢，这次去开研讨会，然后顺便去上海逛一逛。上海滩的民国时期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会到上海滩去。另外啊，这一层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来召开了非正式的上海同学会，期待今天的同学会的状况。谢谢好久，真的。哎呀，好久没有遇到老师了，对啊最开心。哎，真的很巧啊。这个人算不如天算，所以不能做坏事。哎呀，真的。要是老师旁边多了两个同本知己，然后我就帮老师拍手。好，因为代表老师有两个。没有这个本事啊！我这个历史课旁边等一下带个小美女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小编，工作。我们在办 check in。现在时间是8点20，然后准备过去，其实还蛮久的。哎，我们到机场几点？6点50。好大，花了一个半小时。加拿车过海关。差不多，其实有点像桃园到40到50分钟。桃园差不多，桃园到台北的距离，再加一点塞车。哇，有照这张相。然后我们还看到很酷的，哎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哎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餐点。其实我随便点的。好，我们谢谢黑哥，我们谢谢黑哥。给大家猜黑哥几岁好了，因为黑哥也没公布过，我也不知道。刚才大家在猜你是40几岁，我猜50多。真的啊？有那么老吗？古板大佬，股海明灯。你知道他跟我讲 A 股讲了2年以上，从疫情讲到现在。4年你要去买那你又没有跟我讲，你跟我讲，我就对不对？那就不是赚红钱，那是赚股红钱哦，那不一样。那么在 A 股赚钱的红钱，那人家看到，就哪怕是塔利班看到你都要跪，你知道吗？我看 A 股你都能赚，对不对？塔利班每天酸 A 股的。嗨，大家好，这个今天到第2天早上，我们去逛逛。火星哥，但是哎，火星哥没有时间去竞选，火星哥忙着还债呢，哎，对吧？也是。那不要赌博啊，赌博毁全家。我最害怕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吃完饭起身走了，然后旁边有个人站说：“哎，我是你的观众。”想哇，这一餐都聊了些什么？后来我就慢慢越来越自闭。王小鬼，培灵大赛当时因为他说这个，大家觉得特别荒唐，然后呢，观察者网还想找他做一次直播连线，对，当时非常生气，说你们怎么能帮这种人做宣传？给大家猜一个案件，我们今天有4个人加一个球，唯一有国民党的是谁？民革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对。他们的 logo 是赤峰山。对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，中共一大。这里有个好玩的，来，大家看这个。这应该是他们当时中共一大13，他们把它铜像做在一起。有13个，为什么13个？你知道吗？因为12个国内代表，1个国外代表，总共13人。是这样，有国外代表。那国外代表也是中国人啊，只是说这是国外的。13人，然后其中有一个最争议的可能是陈公博，因为陈公博后来是汪精卫政权的第1号人物，他一生也经历过多个党，在共产党、国民党，后来又等于说又离开国民党，跟汪精卫投日了嘛，就变成汉奸，后来被判汉奸罪做掉了。但他是中共13人之一，他在讲说，就是当时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救亡图存，就是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压迫。那一些的，我没想到是写在这边。
对啊，你看它就是一个系列嘛，就从那个鸦片战争嘛，然后接下来是英法联军之役，那时候就火烧圆明园嘛，万元资源就没有了。对啊，然后这是甲午战争，甲午战争对中国影响最大，因为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就是因为甲午战争失败而成立的嘛，所以被刺激到了，所以很多救国的思想真正产生就是这时候。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是因为上海租界开设之后，它就需要维持秩序嘛，所以它就有警察、警政制度。但是中国的警察之父啊，你知道是谁吗？袁世凯。对，袁世凯第一开始在哪里用警察？就在北京搞了一个警察。那可是这个开始有现代化的警察，其实是从英租界开始弄的。然后租界的警察很有意思，租界警察很多不是中国，基本不太找中国人，你找哪里你知道吗？印度人。对。你看，徐锡麟、陈伯平、马宗翰、邱吉、伤感。不好意思，你是历史哥吗？我是粉丝哎。哎呀，在 UIT 上天天看你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么巧？这还要过来哈？啊，对，这几天来上海玩。这有点像，真的是你。啊，是，因为我们刚刚一边在录个 vlog，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。是，没想到看到你，哇，谢谢，本人更帅。哎好，谢谢。这个就是真正的会址，就这一栋。现在大家在拍照这个。我们刚刚逛的那个就是博物馆，我一修缮过，看起来没那么古。唯一能够判读就是它那个门楣，因为它那个门楣你仔细看哦，它那个门楣是整条石柱做成，它整条石柱做的话就是有古样。对。陆家嘴金融中心，在以前上海没有搞浦东的时候，那会儿上海有一句话叫做“宁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栋房”，是吗？因为像以前过来的话是没有那么方便，刚刚我们走的是一个隧道，底下的隧道，那以前可能要坐轮渡，现在还有轮渡，所以叫坐轮渡过来，然后就比较麻烦。但现在这边其实发展的就非常的好。这是大疆，就是我说他们家，哎，你们有用那个 Pocket 吗？这是今年就是大陆的自媒体基本上人手一个，然后他拍就是4K 的影片，而且竖屏是3K，然后横屏是4K。这个超，而且韩国 TV 也是用的。对，现在拍综艺都用这个了，因为它非常的，也不是都用吧，它很方便。对，然后而且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它稳定性极强。真的。就不用那个，不是还可以连接手机就是做直播。可以。应该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啊。然后它有一个套装，就会有一个麦克风，而且它这个麦克风就是2代的了吧？啊，这个就收音收音效果非常好。不，它这是1对1。1对1，那可以1对2，可以连2个。哦，也可以连2个。就直接买2个。直接买2个，直接连上去。它是极限是2个。极限是2个。哦。然后就很好用。对，这个是它的充电手柄，就可以续航。对。给你们这个让老板革新一下。认真讲，直接买。没有，这个卖的可好了，可以网上买。要等。对。那我明天要回去，来不及了。网上买应该也要。哦，我之前在台湾出货吗？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店。哦，他们的现在的麦克风，就以前麦克风我也都用罗德，但现在大陆大家都会很多都用他们的麦克风，还有这个是非常好。他现在出去我就给他拿一个这个。真的，我觉得直播以后用这个就好了，我拿的手太断了。对。他们买好给你寄过去。对。可以耶，我就对啊。是，它很好。收音是这个，现在是用这个。这就1拖2。1拖2的麦克风。那它可以直接跟它结合。可以，这2个都可以。这是新出的 mini， 这个是。哦，这个更小哎。小5先用这个。小5上次给我用的就是这个。哇。这个收音的能力是一样吗？还是更大？这个好，这个最高32比特的一个内容，然后外录的话也有24比特。哇。对，内置的话有8个 G 内存，然后还可以直接做监听。OK， 比方录音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真是很想买，买吧。就做个预定，然后好，没问题。哇哦，直接买。我已经受够。祝福你。台北。哎。开始。对。1499。是。机器的449。对。对，这
699吧，借我一下。兄弟们该抖内了，兄弟们。大陆挣钱大陆花，对，1分都别带回家。哦，这个人给1000呢！哇靠，哪一个帅哥还是美女？真给1000呢！哇 ，DT， 谢谢你，谢谢。但是这是昨天的吧？对，今天还没到，今天还没到档。对啊，歌，唱歌的歌给50，太厉害了吧！太强了。对，我们这都是现场消，费力太强了吧！我们让肖哥震惊一下。对，原来直播真的是可以赚钱的，这么赚钱，而且都没有平台手续费。这个是要打开还是？打开，我们现在是马上试用。对，你看我们的小哥，马上一组。来，再给你扫一下。太好笑。而且因为它是相反的。向台湾媒体人学习。对，台湾媒体人是很狠的。我用肖哥的脸骗钱这样子。哎，真的。他们以为都有王骁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刚刚店员应该也傻了，怎么可能这样就有钱？真的，历史跟肖哥比你还南方，我们都是海岛人啊。对啊，我们都要叫大陆的。岛民对碰。对，真的，我们岛民连线。我告诉以后咱们如果这个一起做节目，你就叫岛民连线。哎，真的哎，岛连线，哎，宝岛连宝岛。谁还不是个宝岛呀？哎，大家可以往左边看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楼，这个就是张爱玲当时住的。啊，张爱玲就住这。所以他现在还给人家住。是的，现在还是，但是是古迹了。对，这就是武康路，以前叫福开森路，就是那个什么 Ferguson。哦，因为梧桐树的关系吗？对，然后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就是很多白天的话，就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在这边拍照。哦，哎，我发现大陆的小姐姐真的穿搭不错。漂亮小姐姐拍照，而且扛冻。我昨天看到这个天气耶，然后你穿短裙，然后没有穿丝袜的，真厉害。哦，那可能穿了肉色。可能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拿着大衣的男朋友，等他拍完照片，等他把照片拍完。更麻烦的是，可能她还没有承认那是她男朋友。那也太惨了。舔狗不得好死。对，这工具人。工具人他们也有这个用法。有。你那个台湾管舔狗叫什么？也叫舔狗，叫舔狗是吧？好的。对，还有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就驼夫啊，还是什么？对，专门在送女人这样子。太形象了。对。哎，这很有味道，有没有？老的公寓，它会有很多奇怪的户型，比如说2家共用一个厨房，2家共用一个卫生间。很多的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在外边的，就是在很早以前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。这是解放后盖的吗？还是解放前？对，是。对。不，楼不一定是解放后盖的，但是那个里面可能是解放后改造过。哦。因为以前有，比如你一栋都是一个资本家的，他肯定解放后把你里面改成那个能住好几家。现在就来带大家逛一逛。楼上的这国歌的作者田汉在这住过，这房子超有味道的耶，真的很漂亮。看有人家就装饰了那个，很多人装了圣诞老人。对啊。然后这边像白天周末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站在这边拍这个楼。哦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。各位观察者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们今天是特别节目啊，我们请到了来自台湾的李一修李先生 ，History Bro 历史哥啊，有关注 YouTube 的话啊，可能就会了解到啊，一位台湾的时政，我们算时政新闻 UP 主吧？对，应该可以算。也有以大陆的分类算，对吧？也会跟一点历史。对，因为历史不赚钱，所以就当兴趣更新。然后在您的了解里面，或者说在您的看法里面，就是当代的台湾人，如果说有几个世代的话，他们大概的这种所谓的自我认知，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我觉得世代落差很大，族群落差很大。老一辈的他们的认知上面，族群非常明确，外省人绝对认同自己是中国人。本省人在民养台独理论这么完整之前，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比如说，像我爹，他其实在16年之前，他还是会讲说啊，咱中国人啊，但是16年民养台执政之后，我想说，哇，一个60岁的阿伯，他们也有办法教育他，那就是媒体的力量。
因为台湾要了解是很浅，但深层次确实有一个台湾的隐性认知，就是自绝于中国大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对，是被迫的。所以台湾人其实内心有一个心理，我把它称之为月花心态。那种苦情好像我们被放弃了。到了蒋家国民党来了之后，他又被放弃一次，所以那种被放弃的心态就很强烈。那我觉得独派是抓这个情绪出口。那我教你怎么不被放弃，我们站起来就不会被放弃了。所以这就是整个情绪的一个蔓延。但在这蔓延当中呢，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，但台湾终究是一个移民移入地。对，但是它其实也是个移民中转站，所以台湾人的台独，它虽然有情绪的支持，但它也是有功能性的，而这个功能性是针对现实的状况，它做一个表述。所以是不是很多人说台湾人普遍内心都是个小台独？有没有这种说法？我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就是他对于推进统这个力量，它是很弱的。因为1895年到2024年的今天，中间只有4年。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是一个两岸统一的状态，对，就是45年到49年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现状，已经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最后就变成台湾有一种很尴尬的态度，那是什么态度？就是台独其实人不多，统派更少一点，但是中间有80%的维持现状派。那什么是维持现状派呢？你别破坏现在生活吧，所以有时候你问说，那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叫他是认同中国人，那遇到的问题是，今天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国大陆，所以这个认同它是有点问题的。讲白了，这个就是国共内战没打完。那你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，那台湾也不要啊。我来这边就是个安身立命的嘛。对，我如果过得更好，我去美国了，我去欧洲，我去更好的地方了，那我干嘛呢？我干嘛拼命呢？所以这就形成了台湾人的从军意识不高。所以台湾那个一旗之间，如果不牵涉自己相关的话，话可以讲得很硬。想喝点什么茶水呀？有什么茶？有那个红枣玫瑰养生茶，那个是2支，2块钱一位，随便续杯，无糖的。好 ，OK。那你这第一次来上海啊？对啊，我第一次来，怎么样感觉？很赞，很赞啊！喜欢上海。稍微冷了一点，3人来稍微冷了一点。第一天去外滩，这他太嘛，王可荣。那大家蛮热情。肖哥穿的还是有型，你看我这穿的太糙了，今天。你看我穿什么，人家都什么衣品，这是啊。他说他跟你吃过一次饭。哎，对，是啊。那你们平常比较怎么样合作？我各忙各的。我比较野，你看我现在经常跑那种我们山西啊、陕西啊、云南啊，就不是在东部沿海地区那种东西。所以我也是这次因为开会，所以飞北京，听上来了嘛，我就跑上海去了。不然我已经跑到将近安徽那个地方。所以你车子丢在那边？你在安徽是在醉翁亭，你知道吧？哦，醉翁亭记。对，很多我都开着，哎，这不是那个诗里面的吗？哎呀，在这儿啊！安徽很多都这个。对，所以我还有跟那山西是一样的。对，你不去不知道，去了之后，哎呦，这什么王勃、什么崔颢、题诗，哎，就在这儿是吧？感觉不一样。哎，其实到实体是真的有感觉。真的。对。我为什么想干这事？因为我在美国读书嘛，读了几年。完了，我想想，在国内我都没走几个省。你给我别吧。他这 logo 露出可以吗？还是反过来？我们没那么敏感。对。那到时候国内几个省都没走过，我觉得很遗憾。哦。还有往那个什么？因为我都看你开你那个房车子啊，对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他？因为我离媒体大部分都有看嘛，但是现在旁边有鸟叫声，啾，然后雨滴声。对，你以后也可以多走走。我还想去那个莫高窟啊。哦，真的像三清山这种联合国自然文化双料遗产，非常好。我们先录。那边台湾人内部的问题多了嘛，所以就。这样喝水好猥琐。你不然呢？你这个东西。蛮可爱的吧？这样怪怪的吧？啊，我尝试这样喝水吧。OK， 啊哈，那你开场。怎么开场？大家好，我是波士圆脸。今天呢，很开心碰到了高雄历史哥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聊天的节目啊，跟高雄历史哥。吃饭时间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制作单位给我们喜提这个上海生煎包，小杨生煎包，这个听说非常有名，因为我这次来，好多人都推荐我可以吃。然后圆脸是要教大家怎么正确的吃啊。这个它有2面啊，一面是硬的，一面是软的。这边硬的呢有点酥脆，然后这边软的呢咬一个小口，咬一个小口之后呢，把里面的汤汁啊吸出来。有的人用吸管，但吸管的话更烫啊，小心的把它
这样吸出来之后呢，用到吸管，有的人用吸管，但其实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它会更烫。哦，吸管是吃汤包的时候。对，还有一种上海汤包要用吸管。哦，上海汤包跟这个生煎包又不太一样。拍历史哥看看，完全是他在录，你让历史哥说，你就别说话了。我是让历史哥展示一下，你要不给个镜子？台湾也有生煎包，但没有那么大颗的，而且很少人卖。小心，烫，咬痛没有？这颗应该是破洞，哎呀，这个破洞了，啊，流出来了。换一个。可以，很好吃，因为我很耐烫。我们那边的生煎包跟这个不一样的。这好吃。我们的生煎包是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它面是半发状态，这个是纯死皮。哦。就是。更好吃。你吃2个生煎不会说统战吧？哎，我今天遇到的不是共产党人士。你说你是那个什么党？民主党派。到上海虹桥机场，今天呢要回台北啦。这几天哦，睡得少，吃的还可以，但是这个运动量很高，到处跑。好吧，我们赶快去 check in。